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主题要来关心到是伊朗不忍了，主动开战了。这一次是朝着4线的战场同步引爆，包括了飞弹炸了美军的基地，还有无人机袭天然气船，而且还是美国的天然气船。油田港现在呢，全部都成了伊朗的新目标。这时候，川普气坏了，扬言要全面开轰，这一场中东大战2.0正式的引爆。今天会来做深度的剖析，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首先欢迎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节目开始前，先帮我们的节目按赞。那么，再次的提醒观众朋友，我们的会员频道不是在寰宇新闻频道，是在环球大战线的主频，按下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战友了。那一样的，希望跟我互动，写下思敏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呢？我会亲自的做回复，记得帮我们节目做分享。今天每一战事的3个主题，等一下请来宾火线话题帮我们特别做解析。第一个，伊朗跟胡塞组织现在从多线来出击了，这一次一口气，伊朗攻击了4个方向。我们来看到这当中包括了在约旦的美军基地、沙国的能源设施，甚至是埃及的港口，还有伊拉克的民兵据点，现在也接连遇袭，造成了多人死伤。美国的天然气船也因此起火。伊朗现在到底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呢？是在多线的战术来消耗这个美国吗？那么他为什么本来是被动的一个态度，现在转为主动的开战了呢？伊朗在想什么？第二件事情来看到了，现在美沙也联手空袭了在伊拉克的伊朗民兵基地，造成了多名武装人员死亡之外，川普面对于伊朗这一波的大攻势袭击，他喊说非常生气，轮到我们来开轰了。在此刻又传出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大陆提供了400套的防空系统给伊朗，美伊战争会不会全面爆发？伊朗美国的部分是真的敢来做一个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吗？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包括了在油田跟能源命脉的部分，不管是沙国的油田、红海的油轮到埃及天然气港接连遇袭之外，包括了伊朗跟也门胡塞组织，他们掌控了现在2个海峡，关键海峡包括了荷姆兹跟红海，海上的航道现在变成了战争的武器吗？今天会做一个深度的解析。中东停火正式宣告是完全的破局了，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冲突不再是2国互轰，开始做全面的外溢了。战火绵延到了多个地方，刚刚提到的约旦、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甚至是在伊拉克，包括我们看到的美军基地啊、石油设施、天然气船，一直到港口、海上航道变成了跨国多战线能源战同步展开。赶快来看到细节。首先在约旦的部分，伊朗向驻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5枚的飞弹第二线来看到沙烏地阿拉伯了，亲伊朗的势力跟胡塞组织，他们锁定了当地的石油设施、炼油厂，红海的油轮发动了新一波的攻击。而且我们要知道，在沙烏地阿拉伯，基本上这边的原油如果受到影响的话，是完全会影响到全球油价，会立刻受到冲击的。第三线就是在埃及了，埃及它的当地的一个港口遭到伊朗的无人机攻击，还包括打到了美资的这一艘天然气船也遭到无人机攻击而起火。另外在美资的这个天然气船的另外一旁边也有另外一艘天然气船也因此受到了波及。来看一段现场最新画面。看到了这些攻势，美国气坏了，联手沙烏地阿拉伯来一起反击，空袭了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的基地、武器库、指挥中心跟后勤等等，造成了伊朗的这些武装人员死伤再来，我们就是看到了这次伊朗采的这个策略真的很不一样。除了多线攻击之外，我们看到呢，伊朗他也派出了透过胡塞组织，还有亲伊朗民兵等等代理人来一起打这一场仗。我们刚刚说了，现在美国的部分已经气坏了，川普公开喊话，接下来轮到我们去开轰了。NBC 最新的报道说，川普呢现在面临一些麻烦，因为他认为他无法谈判来结束这一场美伊冲突，所以他最新呢对幕僚们
发飙，要求重新评估伊朗的军事选项。而我们收到的另外一个最新消息是，美军的中央司令部最新提议说，要大举的出击连炸伊朗14天。原因认为是因为美方认为打残了伊朗，才可以省下自己的拦截的弹药。而另外一个变数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了。路透的报道，中国可能向伊朗提供400套的防空飞弹发射系统吗？好，今天我们会来做深度的剖析。先来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不管是伊朗，不管是胡塞，现在同步开火，中东的4大战场同时引爆。如何看伊朗的这一波多战线的消耗战的战术？而且他为什么突然间从被动变成主动，要来大规模引战吗？难道伊朗已经准备好下一波更大规模的战争吗？那厉将军怎么看？我们要知道，任何一场这个作战行动，一定有一个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然后依据你的战略目标，再来实施你的全程战略的一个规划，然后才是军事的行动。我们先看美国，美国原来设定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原来设定的战略目标，它是要推翻伊朗的神教政权，然后甚至于要叫伊朗来讲的话，不可以再有核武设施等等。但是这是你的战略目标。可是你后续来讲的话，你的军事行动支持不了，达不到你的战略目标，所以你贸然的采取军事行动，到现在就变成说是最后你没办法这个完成你的作战任务。那我们反观伊朗，这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这是伊朗这一波的打击，是伊朗在主动打击美国，而不是被迫反击，跟之前3月份那次完全不一样。3月份那次它是报复性的反击，它是自卫的还击但这次伊朗是主动的攻击。那伊朗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我跟你讲，很简单的一句话，他现在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有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后荷姆兹海峡归他管，他可以借着荷姆兹海峡来掌控全球的经济命脉。也就是说，除了说是我要在这个地方收钱之外，我随时要封锁就封锁，我随时要开放就开放。你美国还有你甚至于波湾这边国家都必须这个听我的话按照话语权来实施。所以依据他这个战略目标，你看他的战略构想就很清楚了。在战略构想，他打，然后之后是军事行动，很明显的，他现在是打2个目标，2个主要目标。我们看到说4线开战、几线开战，最后归根结底只有2个目标。第一个是美军，对吧？打美军是让美军没办法对他还击，但他最主要打的，你看都是能源设施。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打这个伊朗，打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这是美军基地。除了美军基地之外，我们看到他打沙国的能源设施，打埃及的港口，打这个红海的油轮，是不是都在打能源设施？因为他很清楚，我军事行动打能源设施，就会逼全球来讲的话，能源的价格高涨，然后通货膨胀，这是你美国你川普受不了的事情，所以我挑你的最弱点、最短板的地方来打。所以现在打这个能源设施，造成全球的通货膨胀，造成对荷姆兹海峡更高的控制权，最后来逼美国就范。那之后我们看到伊朗这时候为什么叫胡塞去动手打？很清楚，胡塞那边可以控制红海的这种曼德海峡，胡塞那边他现在也打了沙特这个在红海的出海口叫盐布港，很明显也是打能源的命脉，包括到这个油轮，包括到出入港口，包括提炼设施，甚至于说重要的港口，他对这方面来攻击，主要就是说让伊朗跟胡塞2个联手起来，让这个油价继续逼高，逼美国来就范。那现在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这个川普怎么会突然冒出说中国支援给伊朗这个400枚的防空导弹？这就有 money 了我的解读是怎么样？我觉得中国不可能给伊朗这个400套的防空导弹，因为这个讯息是白宫自己讲出来的，不是说是这个中国讲的，也不是伊朗讲的，是美国的媒体自己在这个报道出来。那是不是五角大厦故意放出这种风声？为什么要放出这种风声呢？就是说，你看中国支援他了，我现在飞机不能飞进去了，不是我不去打，是中国这个在后面这个扯我们后腿。把这个防空武器给伊朗，让我们这个增加我们去对伊朗的攻击难度所以不是我们不打，是因为中国的扯后腿，所以很明显的甩锅给中国，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不再对伊朗攻击的理由。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的
讯息突然冒出来，我觉得更可以证明这个美国川普不敢也不能再对伊朗内陆实施发动更大的攻击行动。好，那所以总结就是说，包括了伊朗跟这个也门胡塞组织，看到他们的战略目标都很清楚了。除了将军特别帮我们提到的打了美军之外，还有美军的后勤基地等等，再来就是能源设施。那么另外一方面，同样的问题，不知道赖老师又怎么看哦？那再来就是说，伊朗为什么这个时候从过去被动被美国打一下他就回击，变成现在全面的主动要来引发这一场战争？难道是在为下一场更大的战争做好准备了吗？那美国接下来会如何接招？赖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提到的有关于，这个传出来说中国大陆提供400套这个监视型的导弹给伊朗，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不负责任的报道。川普也没有说这个报道是属实，他只说如果是真的话，他会不高兴。那我们要问的就是说，那你川普为什么不确定？那就是你的情报机构并没有证实说这是为真。如果你的情报机构有证实说这是为真，这是真的新闻的话，那川普的态度就不会是这样。那很明显的就是他的情报机构就说这没办法证明啊，这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大陆的惯例是不会介入任何一场战争，只要是交战的时候他是不介入的。那如果说这个武器确实假设伊朗有，假设如果有，那绝对不会是从中国这边来获得的。要不就是在战前中早就获得了。战前中你在2月28号之前开战，谁知道你会开战？那伊朗已经拥有这个武器，或是已经跟中国大陆购买这个武器。中国大陆是在2月28号以前如约的生产，然后运送。那这个不违约，也不影响到我介入你们的战争，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伊朗是从第三方买到的话，那也不关我的事，那是你第三方买的。那当然，那要看我跟第三方签的合约有没有说可不可以转让的问题等等的。这个部分，川普自己都没有把握，没有把握的话，川普自己都说如果有我会不高兴，所以一再强调，川普讲的话是代表他的情报机构无法证实这是中国大陆所提供的。这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在过去，美国的川普为什么突然间说我不打了？那是因为伊朗最后证明说他可以对于美国在海湾的地区所有的军事基地，也就是包括约旦的军事基地进行有效的攻击，而那个攻击是非常的准确。也就是不管用无人机跟快速的导弹搭配攻击的时候，对美国在约旦的基地造成重大的伤害，这都是事实。后来川普就断了以后传出来说他的炮弹不够，他的防空导弹不够等等的。可是大家在问的问题是在于说，那为什么突然间伊朗又打了？就在内塔尼亚胡访问白宫的时候，可是伊朗之前的战略是你打我就打，你停我就停，你要谈我们再看。我想他的策略是这样，在强调你打我打，你停我停，要谈我们再看，因为我对你不信任了，那所以要由第三方来去做穿梭。好，这是伊朗的战略。可是为什么在内塔尼亚胡去白宫访问的当天打了？可是那天打的很有学问，当天打的是没有一枚打中，全部都被拦截成功了。那为什么会被拦截成功？而前一波几乎是美国无招架之能力。那这个就是代表说，我前一波我伊朗证明我的实力是我可以让你拦截不下来，可是我第二波我打出来的却让你都拦截下来，而我伊朗没有公布说我用什么最先进的导弹来打，然后让你全拦下来，这难道不是一种警告性吗？这种警告性，也就是说，你川普如果你只要没有反击的话，那就是代表你想谈，你谈是有诚意的。或者你真的想谈，所以你把这股气忍下来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你又对我实施轰炸的时候，也就是对于伊朗的南部的军事基地进行轰炸的时候，那伊朗就告诉你说，我上次是警告的，现在不是警告的了。所以它可以对于美国的所有的能源设施进行精准的打击，甚至连在埃及的港口的停靠的美国的天然气船都可以打到。那就代表说我可以这么精准的打。那现在的问题又回到这个川普这边来了，就是你要谈还是要打？
要打就奉陪，要谈可以。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伊朗的战略其实很明白了，就是以战来促谈，不是促和，也不是以战逼降，因为美国要以战逼降伊朗可能性不大了，所以等于是以战来促谈，这个才是唯一有可能的事情。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会打到什么程度？打到双方精疲力尽，都够累了，说好吧，那就再来谈吧。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谈也毫无信用可言，也毫无信任可言，那怎么谈下去？所以这场歹戏就不断的拖棚拖下去而已。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回这个伊朗是以战来促谈。那另外一方面，刚刚将军也帮我们讲到了嘛，现在伊朗他最在意的就是要掌控的荷姆兹海峡。现在不只是荷姆兹海峡，我们也关心到说两个海峡现在是双线出击的。我们来看到最新。先前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伊朗跟阿曼去谈说，接下来两个国家是不是一起来怎么样共同治理荷姆兹海峡？那最新消息是呢，阿曼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说希望由区域国家共管这里，并由商船自愿性的来付通行费。但是呢，最新消息已经遭到伊朗给拒绝了。他坚持说，接下来呢，所有的商船你要走这里可以，但是要依照伊朗它的规定，并且主张他会在这边来收船舶的收费用哦。那也门胡塞组织也同样的学习了伊朗吗？现在也计划要向通过红海的商船来征收通行费。好，包括了我们看到伊朗这一波主要是打这些能源设施，再加上双海峡现在都被控制住了，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新的战略武器？那杨老师怎么看？其实现在就是情势逆转，伊朗在对美国采取极限施压。以前是川普对伊朗极限施压，我打你，然后呢，你要到谈判桌上来，接受川普的要求、川普的条件。但是伊朗说，战争是我赢的，为什么我要接受你的条件呢？当然，这个战争对伊朗的受创非常严重，可是他撑下来了，而且他对美国的还击也从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到后来扩大到约旦，然后你现在看到针对就是叙利亚，还甚至呢扩大到红海，然后呢荷姆兹海峡，就基本上这整个区域他打得准，而且呢他反应快。那现在他更扩大跟他的这些等于是青年胡塞组织一起，还有呢在伊朗的在伊拉克的亲伊朗民兵。那这个时候你看到沙烏地阿拉伯的出手，伊朗马上也就回敬攻打沙烏地阿拉伯相关的设施。因此现在也变成是整个倒过来，是伊朗的逆转，要求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在对川普极限施压，要不然你就来全面战争呢，要不然你就派地面部队来啊。所以你就看到在最新的发展是，我看到半岛电台的报道，美国这个中央司令总部又对那个在荷姆兹海峡最大的那个岛叫格什姆岛进行新一波的轰炸。那格什姆岛真的蛮大的，对，面积大概有1500平方公里，大概有台北市的5到6倍这么大。但是人口不多，那也造成了些许伤亡。可是这最新一波，马上伊朗就还击去打叙利亚，而且打得精准了。所以这就是现在情势倒过来。因为伊朗认为你美国人说话不算话，你川普自己本身把你过去承诺都吞下去，然后呢，你不愿意真的去接受伊朗所提出来的一些谈判的要求，所以呢，他就现在倒过来对川普极限施压。我觉得美国最后一定要去接受，怎么样去跟伊朗思考在荷姆兹海峡的共管机制上面，这个可能是对美国既能保存一点颜面，但也许能够下车的一个方案。但这个共管怎么做？是直接美国、伊朗，还是说透过区域的？所以你看到阿曼这次提案是一个尝试，但我觉得后续他们还会有别的提案。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
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